這款歐米茄是20年来少有的啊，現在买表都謹慎了，至少更關注自身的體驗和身份認同了。在这種情況下，什麼值得買？標準在悄悄的變化。當今鋼王爭霸，鋼王的優勢是什麼呢？無差別受歡迎，秀表場景最大化，還能保值。當然，保值的前提是保顏值啊。鋼，當然也包括陶瓷。這鋼王有個悖論啊，性能越強，顏值越低。有的鋼王被捧上了天，當然價格也為黃牛做了貢獻。而對那些注重性能和價值的小伙伴，不免發出感嘆：咱喜歡的講究性能和價值的品牌，能不能再豪華一點啊？腕表流行力天數激勵器，我拿到這款表以後啊，總覺得哪裡不一樣，但又不能馬上說出來。先考考你，看看這2款表有什麼不同。評論區和彈幕 Q 出來。今年是海馬系列海洋宇宙腕表誕生20周年，歐米茄将這款極具象徵意義的表款全面升級，更符合新時代的審美和需求。一邊是老款的海洋宇宙，一邊是咱們今天要討論的新款，都保留了歐米茄潜水表的 DNA， 包括易读性好的表盘，上面有1/4小时阿拉伯数字时標，箭头指針和带內環的潛水刻度表圈，等等等等。但設計細節等咱們一起發現。哦，對了，我們這麼興師動眾，你還不關注收藏一下？說實話啊，我看到這款表的時候，興奮程度遠超過我看到歐米茄的另外一款潛水表 Plau Prof。真沒想到這款表能出自歐米茄設計師之手。以前的視頻裡，當我大談爆款腕表的設計秘訣，總是替歐米茄捏了一把汗。歐米茄海馬不是沒有，就是低調到難以識別。已經有了海馬 AT、海馬300、300米、海洋宇宙600米、Deep Seek， 不是 Ultra Deep。如果想角逐新一代鋼王，從哪裡下手呢？新一代鋼王手表有哪些特徵呢？咱們先看看配置啊，乍一看多少有點眼熟。沒錯，這是歐米茄海洋宇宙，不過這是第4代。我認為新鋼王必須在性能上有明顯提升，如果不是領先的話，在顏值方面，應該從品牌傳統中進化而來，而不是靠革命。最重要的是具有市場喜愛的顏值，這些條件單獨滿足不難，但整合到一起就把很多品牌擋在門外了。第一印象，歐米茄標誌性的潛水表的 DNA 都在，性能也是海洋宇宙級的，600米防水，真鋼王不能花拳繡腿，翻倍了歐米茄海馬300米潛水表的指標啊！要知道，鋼王們一般都不敢這麼做，因為潛水深度跟厚度是成正比的。這一下到了600米，哎，不對啊，一般600米防水表都有排氦阀啊。所以争议點1，專業潛水表600米但沒有排氦閥。爭議點2，這款表還是密底的。腕表流行力一向以乾貨和信任為追求，後面我會針對這2個爭議點分享一下我的看法。哦，對了，我對厚度是不那麼寬容的啊。這款防水600米的海洋宇宙厚度也是繞不開的梗。環視市面上的鋼王，除了老鋼王，還有新鋼王，以尊達設計最有代表性。其實呢，絕大多數也都是70年代的設計。更有品牌借尊達的老設計而復興的系列，知道我說什麼吧？應該說，絕大多數鋼王都是靠革命上位的，只有少數實力品牌是靠進化而來的。所謂守正創新啊，每次只比上一次多一丟丟驚喜，避免了搶先嘗而可能遭遇的寂寞。2025年，多個品牌推出新鋼王，比如勞力士的路士型、知百桂冠的50周年紀念版。這些表多為70年代的設計，而且做了抽象提煉，整體式設計調整了鏈帶寬與表殼直徑的比例。這些歐米茄有嗎？咱們上手段。我帶卡尺了。新款海洋宇宙比之前更薄更平了，這是讓我最興奮的設計之一。這一方面是因為新表採用了平面藍寶石玻璃。另一方面，表殼中段和表圈設計都改進了。上一代海洋宇宙的厚度是19.1毫米，現在降到了13.79毫米，不到13.8啊。
薄了2.3毫米，足足薄了近15%。这在腕表設計上應該說是巨大的一步。僅憑厚度就能晉身新鋼王嗎？僅僅做到了600米潛水表最薄，似乎還不夠。你應該也發現表殼的打磨，多棱面的複合打磨，有鋒利的拉絲，也有鏡面拋光。至少近20年來，歐米茄很少用這種打磨，還取消了沿用20年的排氦閥這種工具標誌，更呼應這種鋒利和現代的造型。表殼變了，要求鏈帶造型也得變，要不怎麼說叫整體式設計呢？表殼與鏈帶連貫過渡，形成一體。同時，前面咱們說到的鏈結與表殼直徑的寬度比，我直覺是優化了。咱們實際測量一下，拿卡尺測量一下鏈帶頭節的寬度和表殼直徑的比例。這個頭節的寬度是20毫米，這個也是20毫米，但是因為它們直徑不一樣，所以它們的比例分別是：老款海洋宇宙的比例是0.46。而新款海洋宇宙是0.47，新款海洋宇宙更寬了。其實这個話題，我之前的改裝手表視頻已經涉及了，今天無非是證實一下。如果你不是搞設計的，聽聽就完了啊。像我們這種媒體人，要做到知其美，還要知其所以美。2025年，除了歐米茄，至少有2個品牌的鋼表角逐新鋼王，比如勞力士的路士型和知百桂冠的50周年紀念版，他們都在這個地方做了調整。是巧合還是頓悟？不過知百桂冠不能算鋼王，因為它的表冠是金的，充其量只能算金鋼王。不管怎麼樣，這麼改比過往款式是不是更美了呢？鏈接更扁平，邊上的鏈接拉絲，中置表耳和中間鏈接拋光，一方面是喉結的延續，另一方面也是呼應海馬的傳統。更扁平的鏈帶會優化佩戴舒適性，而且鏈帶可以做6檔調節，還配有歐米茄特有的額外潛水延長件。怎麼樣？更直觀的整體式設計，應該可以晉身鋼王了嗎？似乎仍難以服眾。第4代海洋宇宙的表盤與老款不同，是雅黑的，保留了海洋宇宙的特徵，但有一個變化：阿拉伯數字的字體。雖然不明顯，但你仔細看會發現，字體是更開放的、更方、更銳利。這是要跟表殼和鏈帶的變化呼應。這也是致敬初代的海洋宇宙，也是開放字體，更加離心化的設計。有懂設計的小夥伴出來科普一下啊！歐米茄選擇無閥排氦的設計的支撐在這裡，棄用透底，改用密底，5級鈦。鈦合金有很多優勢啊，它的物理性能能滿足無阀排氦的需求。旋入式表背更利于控制厚度、減重、增加強度，再一次優化了表殼尺寸和減重。表背設計呈波浪形花邊，鐫刻 Platinum Ocean 和 Sea Master 字樣，中間雕刻防水標誌和標誌性的歐米茄海馬標。我以前關於歐米茄 UD6000的視頻專門講過。有興趣的小夥伴，大家可以回去翻看一下啊。專業潛水表的排氦有2個流派，歐米茄 UD6000實現無閥排氦的核心在於以被動式的密封系統替代主動排氦裝置，既簡化了操作複雜度，又通過了 ISO 6425-2018饱和潛水表的認證，證實其在真實深海環境中的可靠性。但這種設計對材料是有要求的，比如表背和表圈。這些歐米茄都做到了。然而，真正體現歐米茄提升了對潛水表科技的認知水平的，是這款表上的鈦金屬內環。這種設計在一般潛水表上屬於殺雞用牛刀，而歐米茄海洋宇宙的初代就用了這種內環設計。想要跟初代海洋宇宙一樣的顏值特徵，沒有理由不用。又提供了600米潛水表所需要的材料強度。新鋼王的玩家會在乎這些嗎？我懷疑。標誌性的橙色從一開始就與海洋宇宙高度伴隨。當創制今年的新系列，歐米茄想要確保這個亮麗的顏色能留給藏家，但陶瓷材質橙色的色彩控制是很難的。由於化學性質和工序原因，燒出一個好看的顏色是明顯的挑戰。取消了排氦閥，防水性能不減，表盤設計更美，克服了陶瓷圈的顏色挑戰，
使體驗更好。虽說有些剛王還不具備這些點，但近身新剛王加分不明顯。那麼哪些地方是第4代海洋宇宙最能打的呢？除了前面提到的，我認為下面才是第4代海洋宇宙最显著的優勢。顏值，顏值，還是顏值。如何用設計提高腕表的顏值呢？如何通過整體式設計營造腕表的奢華感呢？應該說，僅僅做到了整體設計其實是不夠的，還缺一樣東西。這裡說的經典的整體式造型 （Integral Design），這並不是個新款的首創。早在70年代，這只表就是歐米茄1978年的海馬120 Pro Prof， 就具備了整體式設計的特徵，說明歐米茄海馬血統還是很高貴的啊。但這款表把整体式設計發揮到了極致，主要標誌物有：1. 喉結，2. 多棱面打磨。咱们說是喉结啊，如果把表殼比作脸面的話，那麼中置表耳就相當於喉結。這個喉結有2個特徵，一個是凸起，一個是縮短。凸起設計強化了中置表耳作為表殼到鏈帶整體式延續的重要標誌，同時也抵消了因縮短的表耳可能造成的缺位感。我最近幾期視頻專門講過，包括一些反面教材。同時，凸起的中置表耳也可以炫耀打磨，這是歐米茄這種品牌不常幹的啊，這裡就不展開了。縮短而不是缺失，同時縮短的中置表耳為新款表致敬傳統，創造完美的平衡。我都懷疑歐米茄設計部門最近是不是又招新人了？這絕對是高手的作品。縮短的中置表耳也縮短了縱向表耳間距的視覺長度，一方面當然是致敬傳統，而另一方面則增加了手腕的適應性。对那些比較細的手腕，縮短的縱向表耳間距讓表顯得不那麼大了。而表殼的側面設計也同樣有這種考慮。跟第3代海洋宇宙對比，可以發現第4代海洋宇宙弱化了表耳側面的曲線。其實第3代也不那麼彎啊，但第4代更平。這種設計還是讓腕表具有更高的手腕適配性，這裡就不展開了啊。真正的高手不會刻意追求所謂的服帖手腕。不信你回顧一下那些真正的爆款或者鋼王啊，尤其是尊達大師的力作，側面都是這麼處理的。當然，歐米茄的星座歷來就是這麼處理的。我不太確定人們喜歡星座是不是因為這個，但在我眼中，星座絕對是腕表設計的佼佼者。但我怎麼也沒想到，這種高顏值的設計能用在歷來強調性能和精準的歐米茄海馬海洋宇宙上。反正，尊達設計不都是鋼王，不是所有鋼王都出自尊達之手。機芯就毫無懸念了啊，8912同軸擒纵至臻天文台机械，跟之前的 UD 6000米潜水表同款机芯，要性能有性能，要做工有做工，动力储备達到60小時，滿足精度、性能和防磁的最高標準，獲得瑞士聯邦技能院 METAS 認證。咱們上手試戴一下吧。42毫米表徑，低於運動表上限，妥妥的適用各種手腕。內縮式中置表耳讓42毫米更顯小，拓展了小手腕的下限，或者是放寬了表殼尺寸的上限。歐米茄忠實於自1932年以來的潛水表，尤其是海洋宇宙的傳統，通過進化手段水到渠成，打造了這款第4代海洋宇宙。是不是經得起新鋼王的考驗呢？歡迎你一起討論，我在評論區等你。也別忘了一鍵3連，咱們下期見。